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道听途说不如听我说说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道听途说，分享不同的故事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将军，您终于醒了。杨妃在疼痛中苏醒，微微睁开双眼，一个妙龄女子映入眼帘。只见她虽然衣着素朴，眉眼之间却透出一股灵动。我这是在哪？杨妃望了望四周，却只见家徒四壁。我上山采药，见将军昏迷在山脚，于是将将军扶回寒舍。说完，女子脸上掠过一抹嫣红。杨妃，朝廷一名上将军，在这场对敌的战役中，由于内鬼出卖，深陷敌军包围，最后一刻骑马摔下山崖，幸好被树枝挂住，免于一死。恰巧被这位叫白小玉的姑娘相救，所以才有了眼前的这一幕。白小玉从小母亲死得早，与父亲相依为命，采药卖药维持生存。父亲去年因为重病无法医治而撒手西去，留下小玉孤苦一人。多谢姑娘救命之恩，在下没齿难忘。杨妃欲起身作揖，忙被小玉搀扶住。将军言重了，快将此药饮下。当天夜里，屋外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。小玉害怕地望着漆黑的窗外，用食指竖在嘴唇上嘘了一声，并且朝杨妃摆了摆手。只听外面有个男子仿佛醉酒之后发出的声音：小娘子，开门，让哥哥来陪陪你，快点啦。听着小玉默不作声，那人敲门的声音越来越急促，仿佛有破门而入的趋势。谁在外面乱吼？杨妃朝屋外吼道。那人听后撒腿就跑。他们经常这样吗？杨妃问道。自从爹爹离世以后，3天2头这样。小玉掩面而泣。3日之后，杨妃彻底好转，因为不放心小玉，不忍将小玉一人留下，便将小玉拉上了战马，一同回了将军府。这座将军府坐落在城西，为一座老宅。因前一次战役杨妃立功，大获全胜敌方，为朝廷所赐，入住也才1月之久。门口的石狮和灯笼格外显眼。夫人，将军回来了。管家喜出望外。将军夫人芸娘，自从听闻将军坠崖之事，每日都是以泪洗面。他自幼与杨妃青梅竹马，两家又是门当户对，感情自是无人能比。但唯一遗憾的是，结婚3年以来都没有身孕。杨家是3代单传，这不光急坏了自己，更是急坏了杨老夫人。芸娘兴冲冲地奔向屋外，却见朝思暮想的夫君却从马上扶下一位怯生生的小姑娘，顿时尴尬且醋意萌生。杨妃向芸娘解释道：这是小玉姑娘，此次幸亏她搭救，否则与夫人阴阳两隔。芸娘马上让丫鬟荷花拿出白银50两递给小玉，以谢救命之恩。小玉顿时没了反应，只是用可盼的眼神望向将军。芸娘，此次小玉是我带回来的，先让她进府安置下吧。杨妃笑意盈盈地望着芸娘，芸娘的心意杨妃自然明白。这日当晚，小玉被安排与荷花同住，屋内烛光盈盈，杨妃揽着芸娘，情意绵绵。芸娘却心事重重，眉头紧蹙。相公，我总觉得小玉姑娘不是简单之人，她一个弱小女子，如何能将你这无耻身躯救下？芸娘多虑了，我知道你的心思，无论如何是她救了我。放心吧，我只是把她当作恩人看待，你在我的心里无人能比。杨妃一把搂过娇妻，亲昵地刮了刮她的鼻子。第2日，小玉便找到芸娘，打算让芸娘用赏给她的50两银子，让她在附近开个医馆，想让父亲的手艺传承下去。芸娘自然是赞成。自从小玉的医馆开了以后，生意一直很兴隆，原因在于小玉年轻漂亮的同时，还能够妙手回春，很多久病和难治的病居然都被她治好了。她白日忙于医馆，只是夜间回府与荷花同住，与杨妃夫妇也无任何交集。
这让芸娘心里的石头总算是落了地。杨妃最近也是忙于公务，听说城里最近有2起命案，皆是年轻的男子夜间遭遇不测，都是失血过多，现场却毫无痕迹。县衙大人向杨妃求助，想尽快抓捕凶手。府上的杨老夫人听说小玉的医馆能治百病的传闻后，便召唤了芸娘。芸娘啊，不是为娘的着急，妃儿也老大不小，这些年你也是要惯不离身，可肚子依然没有动静，何不去小玉妹子那里去看看？芸娘听后羞愧难当，没有办法，在荷花的陪同下，芸娘来到了小玉的医馆。夫人请上座，请等候一下。小玉的医馆果然是门庭若市，短短的1月，还请了2位小伙计在帮忙抓药。终于轮到芸娘了。小玉搭脉以后，眉头紧蹙，夫人宫寒多年，怪不得无子，这病得吃多少药下去才行啊？那夫人的病可以医治吗？一旁的荷花急着问道。只要夫人听我的，自然是可以的。不知为啥，芸娘感觉小玉的目光带着挑衅和敌意。回府的路上，芸娘一直惴惴不安，可是一路上听到荷花不停地夸小玉，说小玉每晚和她分享医馆趣事，在疑虑的同时又开始有点相信。从这日开始，芸娘的闺房里又有了中药的苦涩。杨妃也非常支持妻子，每次议论到小玉，也是津津乐道，唯独芸娘心里不是滋味。这一日，芸娘在荷花的陪同下又来到了医馆，眼见天快黑了，还没有轮到芸娘自己。这时，只见府里的一个小伙计匆匆赶来，他是荷花的同乡，这次恰巧回家探亲。不好了，荷花，你娘快不行了，你赶紧回家看看吧。荷花听后眼泪急得打转，芸娘连忙从锦囊中拿出几两银子交与荷花，快去。谢夫人。可是夫人，伙计欲言又止道，夫人这里有我，你放心去吧。小玉不知从哪里冒出来，连忙过来牵着芸娘。夫人，搭脉了。芸娘心里有点不踏实，却也是无可奈何。等搭完脉抓完药，已经是暮霭沉沉了。小玉关闭医馆，却亲昵地挽着芸娘的衣袖一同前行。最近因为命案的事，将军府的亲兵也是出去巡城，城里自然到了傍晚时分也是人烟稀少。夫人，我饿了，我们去吃碗馄饨如何？小玉说道。芸娘心里100个不愿意，正想着如何回答之时，正巧府里的亲兵头领陈良从小巷路过，见到夫人，他自然走过来行礼。夫人，小玉姑娘。正当他作揖抬头之际，小玉连忙扑上去，只见陈良通的一声笔直倒下，瞬间没了鼻息。啊，你！芸娘惨叫一声，差点没有晕过去。小玉回头阴邪一笑，收回了2颗长牙，抹了抹嘴上残留的血，笑道：这比馄饨好吃多了。此时芸娘已瑟瑟发抖，看着小玉一步步靠近。你想干嘛？之前的人命案原来都是你干的。放心吧，我需要的是阳气，只吃男不吃女。实话告诉你，我乃山中一狐仙，在你家府邸修行，如今1000年的修行只差1年，可巧府邸被你们前来居住，使得我无处藏身继续修行。我可是只差1年就要转化为人了，可是自从看到杨将军，我就更想早日幻化成人了。我想做杨夫人。哈哈，小玉狂笑道，就凭你这样祸害百姓，你以为杨妃会接纳你吗？你以为你救过她一命就可以胡作非为吗？芸娘指着小玉说道，我知道将军为什么带我回府，就是不忍心舍弃我，我当然有办法做到，因为我相信你可以做到。小玉露出了阴森森的笑容。芸娘，你就认命吧，此生你命中注定无子，喝再多的药也无济于事。就算杨妃不愿意休了你，她的母亲也要她休了你，所以你干脆乖乖听我的，我会让你自然退场。如果不听我的也可以，后果你可以想象一下。
你想怎样？芸娘害怕地问道。我想怎样？做不了杨夫人，我会一不做二不休。下一个人就是杨妃，我好舍不得，这是你芸娘逼我的啊！再下一晚便是你那娘家的弟弟了，哈哈哈！通的一声，芸娘跪下哭道：我求求你，不要伤害他们，我听你的，听你的。今夜之事，如果你透露半个字出去，后果也是一样的，你可知晓？小玉恶狠狠地说道。芸娘晚上回到家，已经一魂掉了半魂，而杨妃也因为没有抓到嫌犯而郁郁寡欢，两人一夜无话。自从喝了小玉药馆的药，芸娘开始有了孕吐的反应，这对于偌大的杨府来说，莫过于喜从天降，尤其是杨老夫人，天天乐得合不拢嘴。杨妃也是，除了忙完公务，就是在家陪伴芸娘。在杨妃的眼里，小玉就是自己的大恩人，不光是救了自己，而且还治好了芸娘的病，所以对小玉也是呵护有加。小玉因此可以借助问脉的事，可以自由出入杨府，府上所有人对她可都是毕恭毕敬，唯唯诺诺。可芸娘却整日郁郁寡欢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城里不再有人死亡或消失了，那3桩人命案渐渐成为悬案，渐渐消失在人们的茶余饭后的谈资当中。初9这夜，芸娘肚子剧疼，杨妃让荷花从医馆请来了小玉，经过几个时辰的折腾，始终没有听到孩子的啼哭声。随着几个女子的惊叫声，只见小玉和2个产婆脸色苍白地从芸娘闺房里冲出来。啊，妖怪，妖怪啊！3人一哄而散。杨妃冲进去，只见芸娘脸色惨白地躺在床上，两眼无神，在她的身下却有一滩血乎乎的东西。杨妃定睛一看，居然是条死蛇。芸娘见到杨妃，苦笑了一下：相公，我真不是蛇妖，真的不是，求求你千万不要声张出去。杨妃正准备过去安慰芸娘，只听见身后有细碎的脚步声。天哪，这是杨家造的什么孽啊！是老太太的声音啊！老太太晕过去了。荷花叫道。顿时杨府乱成一锅粥。杨妃一把抱起老太太，又冲了出去。可怜的芸娘一个人躺在床上，生不如死。小玉连忙端来一碗安神汤，给老太太喂下去。老太太缓缓睁开双眼，用力说道：快把那个妖精给我撵出去。母亲，芸娘不是妖精，芸娘自幼和我一起长大，怎么可能？杨妃解释道。老太太摆摆手，不想听任何解释。芸娘趁着月黑之际，将那条小蛇装进锦囊里，穿上披风，戴上锦帽，偷偷从后花园出了府。她带走小蛇，就是不想让他们以此作为物证，说她是蛇妖。她可以不在乎自己的一切，但她不想她的父母和兄弟因为此事而受到任何影响。她相信杨府也不会将此事宣扬出去。她知道这就是自己最好的退场。她径直走向了城南的河边。不好了，将军，夫人不见了，好像夫人往城南河边去了。荷花惊慌失措地边喊边叫。等到杨妃赶至河边，河岸上留下了芸娘的披风和锦帽，帽子上还有一只步摇，那是芸娘最喜欢的一只步摇。也就是那一年，青梅竹马的2人情窦初开，杨妃亲手送给芸娘的这只步摇，芸娘一直珍藏着。可是河面平静，没有一丝波澜。芸娘，杨妃在岸上嚎啕大哭。自从芸娘走后，杨妃整日无精打采，对待小玉也不再热情。她感觉自从小玉来府之后，怪事不断发生，但自己又没有十足的证据，所以为此很是苦恼。再加上芸娘又没有踪影，每日都是借酒浇愁。养母对府中每人宣扬必须保守秘密，谁走漏了风声，谁1年的赏银全部克扣。相反，保守秘密者年终加白银5两。就是冲着这些银两，平时爱嚼舌根的都把此事烂在了肚子里。小玉见到养母如此举动，
心中大喜，每日对待养母早请安，晚问候，像极了亲母女。对待芸娘父母那里，谎称芸娘失足河边，因尸首没有找到，所以没有下葬。且说芸娘那夜脱下了披风和锦帽，并将那只心爱的步摇放在岸上后，自己慢慢地走向了河中，并将锦囊里的小蛇也放进了河里。小白蛇啊，小白蛇，你我也是缘分一场，我也只能送你至此了。随着河水渐渐漫入胸口部位，他一头倒了下去。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床上，床前站着一位恍若仙子的美人。芸娘莫慌，这次多亏你救下我的孩子。原来此人是蛇仙，小玉原本是他的白狐坐骑。小白狐私自下界多年，这次还居然释放迷香，趁他打盹之际偷走了他的孩子。狐妖想用此嫁祸芸娘，幸好芸娘将小白蛇带回河里。小白蛇从昏迷至苏醒，找到了蛇仙母亲，并搭救了芸娘。不料这个孽障私自下界，竟然祸害百姓，看来他的修行也全是白费了，我得会会他去。听了芸娘的一番哭诉，蛇仙安慰他道：放心，该是你的自然还给你。3月之后，杨府又是张灯结彩。虽然杨妃心里一直恋着芸娘，她觉得芸娘的身后肯定藏着一些故事，可是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母亲整日在她跟前唠叨，她也不得不迎娶小玉。这日府上热闹非凡，同时进府的有2位贵客，只见他们身着华服，气宇轩昂。只听见炮竹声中，新娘被盖头遮掩着，窈窕卓约的身姿格外惹人注目。就当快拜堂之际，只见其中的一位贵客朝新娘的裙边吹了口气，忽然一条白色的毛茸茸的尾巴突然从裙下伸出。呀，狐狸尾巴！不知谁大叫一声，客人见了自然跟着大呼小叫。新娘连忙取下了自己的盖头，见到眼前的贵客正瞅着自己，惊慌失措中连忙昏厥在地。果然是只小白狐。孽障，还不过来！你偷偷下界，祸害百姓，废了你快1000年的修行，快随我回去吧。小白狐立马乖乖趴到了贵人的脚边。杨妃见状，立马向仙人跪拜，请仙人为我指点迷津，找回我的妻子芸娘。你看我身边的这是谁？仙人身旁的那位贵客摘下了面纱，原来此人正是芸娘。杨妃见到芸娘，一把抱紧芸娘，激动得泪如雨下。芸娘，我就知道你不会死，我就知道你不会离开我。芸娘也是涕泪直下。芸娘，别忘记了今晚一定要将丹丸服下。仙人告别时叮嘱了她一下，芸娘羞涩地点了点头。哎，芸娘，老身真是无脸与你相见啊！我怎么被这只狐狸迷了双眼，竟然错怪了我的好儿媳，我真是……呜呜！这时养母恍然大悟，悔恨自己老眼昏花。那天夜晚，杨妃和芸娘比新婚之夜还要幸福。听到芸娘所说的一切，尤其是小白狐让她不能透露半个字的那一段，杨妃将妻子紧紧搂在怀里，因为她知道，如果不是芸娘挺身而出，那么她真是成为了小白狐的口中食了。2月之后，芸娘真的有了孕吐的反应，原来仙人给的丹丸治好了芸娘的病。接下来的几年，一共生下了2个儿子和1个女儿，从此一家和和美美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看完这个故事后，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